无边纯白的少年睁开眼，盼望着天要停下来吗？命运在身边，打着风吹过，问他为何傻笑不说话。他低头轻轻碰触心中的野花，角落前面一笔一画都是他小小心愿，灯火隔岸，大雪困住了孤单。萍水相逢，真真假假都看不清楚，停下来干嘛？他抬头轻轻数着雪花等着天，泪光闪闪的少年，一步一年，一生一生恨，命运却把期盼的碗装满了遗憾，思念被风吹成丝线，像小船推开河岸，风儿不忍心它让我回头看，身披金鳞的人在不望天，把所有灰暗擦亮，让月光圆满，多少悲欢苦涩甘甜，月亮陪在我身边，月光就是我最珍贵的鳞片。他看着我，对我说：“你不孤单。”陆姑娘，你在这儿啊？哎，你怎么穿着这件外袍啊？啊，那个讨厌的龙神把我衣服打坏了，又怕别人议论他，所以就让他的侍童给我这丑外袍穿着。啊，这件外袍是我的。是吗？啊，给你。你摘花，把手都弄脏了。没事的。你不是说你最喜欢花吗？我就摘了。你还记得我喜欢花啊？堂堂龙神大人，竟然纡尊降贵，亲手摘花。我不是。我知道你不是，你是纪灵。嗯。我虽然喜欢花，但是这人间漫山遍野都是花，你这气喘吁吁跑一路，不值得啊。不是哦，这些都是只在我们噬灵宗才会盛开的花，不一样的。你回去之后，如果看到这些花，说不定还会想起我。花虽然很漂亮，可是很快就会枯萎，留不住的。就算想你，也就想个3、5天吧。没关系的，下一次我做一朵永远都不会枯萎的花送给你，可好？下一次。总归我们会再见面的吧，对吧？那我等着了。嗯。
心上人，火花缠缠，大雨纷纷，也不语，也不问。看世界的边缘，有人说着远。那我怎么找你呢？放心吧，我能找到你。哎，陆姑娘，你的船已经走远了，我再帮你叫一个船夫吧。陆姑。山花开遍。喜欢他，喜欢花。留不住的。我知道。雪中的沙，奔跑谁能解放下？心中的结，月光下一朵。
你不是有小薇的段尾吗？追踪不到他。只有在他使用妖力时，段尾才能感应，但不到万不得已，小薇是不会使用妖力的。为何？因为他一旦使用妖力，就会被寒冰诅咒追击。寒冰诅咒。小薇当年动了情，识人心，犯下恶行，触发惩戒，因此被寒冰诅咒永世追袭。所以他自断灵尾，隐匿妖气。灵尾。九尾狐9条尾巴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灵尾，灵尾也会绑定五感中的一感。小薇的灵尾对应的是嗅觉，但昨晚还是出现了寒冰诅咒。那就说明昨晚小薇动了妖力。罗维，你竟然敢给我下毒！你现在立刻给我滚出韦府！我只是不想看到你娶别人，所以想让你在成亲前病倒，取消婚礼。我给你准备了解药的，我不是真的想伤你。卫青，卫青，卫青。完蛋了，中了死咒，这可怎么办呀？你知不知道怎么办？你不知道，你怎么不说话呢？你不会说话。小玉，哎，小玉，韦夫人，你的香囊。小玉，哎。这韦府还真是热闹，天天都有好戏看。声韦，放手！我今日便收拾东西回娘家。你疯了！我们才刚刚成亲，夫人就回娘家，你是想让我变成全洛安城的笑柄吗？卫青，看到你和罗管事抱在一起的瞬间，我清醒了。我迷恋的只是一时的你，而不是真正的爱。你嫁到韦家就已经是韦家的人，我管你爱不爱我，绝不允许你败坏门风。想要离开韦府，除非死了抬出去。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当初真是有眼无珠。抱歉抱歉。打扰一下，韦夫人，方才你的香囊落在那儿了。这是你送我的定情信物，东西还给你。从此，你我两不相欠。好，
这可是你说的恩断义绝。搞砸了。刘表弟，在找东西？啊，听说表哥和表嫂吵架了，定情信物丢了，所以我来替表哥找一下。我不懂。小两口嘛，床头吵架床尾和，气话说说就算了，定情信物丢了，可就真的没了。我说的不懂，是不懂你。哦，怎么说？刘表弟既想要默默守护罗管事，愿他开心，那不应该促成他与韦青吗？那柳公子来找信物，似乎又希望玉小姐韦青和好。柳公子，你想守护的究竟是谁呀？自然是我的心上人。唉，或许我终究只是个自私的男人，所以不想看到他投入别人的怀抱。你手上怎么这么多细细密密的伤痕，像是被什么尖锐的东西刺伤一样？还是说，刚刚找信物的时候被花叶割伤的？没事，自小从军习武，舞刀弄剑，这点小伤不足挂齿。那还是当心着些。这边，来人呐！你去多远？快！快！快！这边！哎呀！这边！韦当家都失踪了，生死未卜，你们还慢吞吞的做什么？快找啊！找！抱歉，抱歉，韦当家的，烦请你做个鱼饵，让小韦上钩吧。看好戏喽！你们这些法师装腔作势，屁用没有！一整天过去了，表哥还没找到。哎，你能闻到香气吗？这四周又变大了，不会已经轮到嗅觉了吧？
午后之方相见，死居可解。罗管事，昨日你为何要去？怎么不见玉薇姑娘？她不会也失踪了吧？柳公子，我问了一圈，都说从昨天黄昏开始都不见你人影了。请问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睡觉。黄昏时分，我房间床褥脏了，便找罗管事换了一床新的，他可以替我作证。这点小事，罗管家也要管吗？表少爷自小金贵，只睡天蚕丝缎做的床褥。那些床褥都锁在库房里，只有我有钥匙。你们不是口口声声说这是妖怪作祟吗？盘问我们这些凡人做什么？姓武的，你不是说设下结界，保为府平安吗？装神弄鬼！我看你们不是什么民间法师，是民间骗子。哎，结界只防妖邪作祟，防不住人心险恶。韦家主的失踪和妖术没有任何关系。有人在织坊使用法术。嘿嘿，阵法被触发喽！你好啊，小维。多谢多谢，这狐妖可不好对付。姑娘，怎么会是她？哎，很难接受吗？他就是小维。带回石林宗收押审问。哎，丽姐，不行，小维是我师门苦寻多年的妖物，不能给你们。话是没错，但你要找的小维是断了一条尾巴的8尾妖物，你再仔细看看这只。9条尾巴。
果然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还说自己从不妄言。想走？云薇姑娘，你快醒醒！双花法师，哎，莫云探，天法归元，散！双花法师果然厉害。多谢季公子啦。啊，不用谢，还有一个伤患呢。嗯，玉小姐脖子上的伤口看着挺深的，如果不好好治疗的话，会留疤的。可是，季公子刚刚说的，你的法力止于1成了，你还能替我疗伤吗？还有别的办法？那，噬灵宗特制金疮药更好用。那。
你不要啊！想劳烦季公子好人做到底，帮我上一上药吧。我不太懂，怕弄错了。哦。好啊。好了，多谢季公子。不客气。玉薇小姐，我们之前是不是？季公子，我们还是赶紧回前厅看看吧。他们可能在审问吴法师。哦，好。我是担心韦家主的安危，所以才私下请武时光法师来假扮新郎。武时光法师，请留步。韦家主不愿意雇你，那我可以吗？罗管家，我姐夫这么信任你，你却跟一个来历不明的民间法师合谋出这等荒唐事，你真要找帮手，也要找适灵宗的正牌法师，对吧，季公子？很对啊。不过罗管事的担心也没错，韦家主被下毒，确实有人要害他。不怀疑妖，却在怀疑人。妖狐明明就在韦府，昨夜死了2人，其中1名还是适灵宗的丹花法师。如此凶残，要不是我提前把韦家主藏了起来，说不定……我还能喝，还能喝。酒呢？酒。坐下吧。给柳少爷备一碗醒酒汤。是。妖物害人，何须下毒？直接挖心便是。假新郎聊完了，是不是假新娘也该聊聊了？别一直假新娘假新娘的唤我，我有名字的。我姓雾，雾里看花的雾，妄言则乱的妄言。我爹娘给我起这个名字呢，就是叫我不要乱说，不要胡说。所以，我说我不是狐妖呢，就不是。可你身上确实有妖狐的气息。金灵法师，你这是盯上我了。若真对我有意思，不如私下聊聊。不用了，不用了。孤男寡女的可不能随意私下见面，有什么话当着大家的面说就好了。哦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在找这只九尾狐，好不容易寻来了这一截断尾，靠着它和主人的感应，一路追踪到了韦府。确实有九尾狐的气息，你为何要找这狐妖？你和他有什么恩怨吗？算是吧。这只九尾狐妖单名一个韦字，它在落难时被一凡人所救，为了报恩，他不断杀人挖心，维持皮囊与灵力，只为在茫茫人海找到他的恩人，守护其一生平安喜乐。只可惜，求而不得。1000多年过去了，还在心心念念找他那个救命恩人。小维的恩人是韦家主吗？我猜是的。
因此狐妖一定想要杀了他的情敌。于是我就假扮新娘，守株待兔。没想到，真守来了一头猪。现如今，众妖皆会画皮之术，早就不需要通过吞噬人心来维持皮相了。那小维为何要杀人呢？妖怪都是邪物，杀人还需要什么理由吗？妖是很坏，但人也好不到哪儿去。人并非生下来就懂得礼义廉耻，妖也并不是总想着作恶多端。但无论如何，杀人总得有个理由。或许是他断尾后元气大伤，需要吞噬人心，维持人形。既然在场的各位都有嫌疑，那没抓到小薇之前，任何人都不能离开韦府。多此一举。小维的恩人如今躺在床上都快要死了，他一定想办法救人，怎么还会走呢？这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你是小薇吗？布庄生意繁忙，内外都需要我打理，我不能一直留在府内。要想离开韦府也可以，还请诸位配合我一下，要承受我的血印符，这样就算逃，天涯海角我也能追踪到。等一下，我们是适龄宗法师，也要弄这个东西吗？妖会画皮，人会说谎，我怎知你是否真的是适龄宗的人呢？你吓我一跳。罢了罢了，清者自清，就配合你一下吧。死咒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吴法师，你这是做什么？为什么要害我们啊？不是我，是小薇。小维。这狐妖难道真的法力通天，竟能神不知鬼不觉，就同时给我们打上了死咒？不，除了法力通天，还可以设置条件，让咒术自动生效。比如让我们这群人同时做某件事情，或者没做某件事情，都能触发死咒。我明白。哎呦！我们都没准备贺礼。两位公子，里面人多势杂，还请留下姓名和您的随礼。你和乌文言假扮新郎新娘，自然没有准备贺礼。小维应该是在礼单上施了咒。不送礼而入为府者，必是别有用心之人。小维用这个条件来过滤筛选，真是聪明。哎，雨薇姑娘，你怎么也没准备贺礼啊？家里穷。啊，对不起。没事没事。咋了？
这印记看起来像是月相，而且还在逐渐扩大。方才还是圆形，现在变成残月了。四周吞灭，逐日侵蚀，是进则失。无相似。虽然中了死咒，但也有所收获，范围一下子缩小了，不是吗？想必3位的手上都没中死咒吧？主，你。中死咒的3个人中，我最怀疑刘微雪，整个人都醉得着不着北了，偏偏走，醉倒在了脂肪，我可不行。不信就对了，他是专程去找罗维的。罗维？这是什么？五时光法师设下的结界，说是可以防止妖怪伤人。挺好，挺好。喝点茶，醒醒酒。柳少爷，望你莫要再如此贪杯，太伤身了。我是为你等酒，才喝了那么许多。罗维。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能把我放在心上？柳少爷，缘分天定，强求不来的。都说惟妙阁求姻缘最是灵验，我若去求一道符，是不是你的眼里就只有我了？可瞎子都能看得出来，罗维眼中只有韦青啊！哎，这韦府地方不大，关系倒是盘根错节的。哟，理由头疼啊！可他明明就喝醉了，又如何杀人呢？那玉小姐说，昨晚一进韦府，罗管事就带着她去了脂坊，她和罗管事可以互相证明。相互证明，也可以说是互相掩护。头疼，怎么感觉人人清白，又人人可疑啊？烦死了！到底谁是小薇啊？放心，是狐狸的话，迟早会露出尾巴的。怎么了？我的触感没有了。那该怎么办？我可不想给你送终哦。我要是小薇，一定也会给自己打上死咒的。可那惨叫声响起之时，望言、纪灵、易杰还有玉薇都跟你在一块儿，哪有时间去挖心啊？妖法万千，千里之外亦可取人首级。而且，谁说小薇只有一个人，就不能有帮手了？有道理。连我身边都有你这样的得力干将。你在怀疑谁？
吴王言和玉伟。姐姐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死咒开始生效了，已经没了触觉，不疼的，别担心。对了，还有那个纪灵，一个普通法师，没有法力，却能让噬灵宗的统领乖乖听话，寸步不离，肯定有问题。唉，这烤银杏也吃不出味道了，好惨。这死咒会渐渐剥夺我们的感官，直到无感尽时。手中月相蚕食殆尽之时，就是我们冥府黄泉之日。这个小维实在是太可恶了，得想个办法，让他露出狐狸尾巴。噬灵宗的法师听命于法师统领，那统领听命于谁？龙神啊。龙神？不能吧？就那傻小子是龙神，可是龙神怎么可能没有法力啊？一直有传言，赤吻在那场浩劫之战中受了重伤，失去了所有的龙神之力。你还记得纪灵手上那枚戒指吗？嗯，他使用的药力都是从那枚戒指上借来的。我们是追着妖气寻到这里的，你就是那个挖人心的九尾狐。那不是老天帮忙，这下不用去噬灵宗，也能杀龙神了。我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，先静观其变吧。活下来再说。我得先去个地方。微妙阁。姐姐，你打算怎么办？真的坐以待毙，等死咒蚕食殆尽吗？抓到小维，就能解我们的死咒。而且那个纪灵和武时光也中了死咒，他们不会坐以待毙的。他们啊，比我们紧。他们很厉害吗？先不说别的，武时光手上的那串佛珠就非同寻常，名为12念，由12个穷凶极恶的罪者之血凝固而成，代表了12种不同的意念：善念、恶念、贪念、执念、欲念、妄念。好了好了，要是这法器真这么厉害，怎么会落到一个普通的民间法师手里？你真以为他是什么普通的民间法师吗？那纪灵呢？你生了。他一看就是个傻小子，冲他笑一笑，连命都给。他啊，比起武时光更不简单，你可不要大意哦。有意思，那我就去会一会这个命定之人。什么也没找到。
我其实把……玉薇姑娘，你下手也太重了吧？谁让你躲在里面吓人的？我哪知道是你，我还以为是采花贼呢。你明明都已经看到我了，爸不是故意的吧？那个里面，它光线很昏暗，我根本没有看清楚。哦，那你现在看清楚了？我应该是那种让人过目不忘的长相吧？很帅。所以，你觉得我有没有很俊朗，很眼熟之类的？不觉得呢？不眼熟吗？是不俊朗。谢谢。你们为什么来罗维房间？你为什么躲进柜子里？我们来查案，你呢？我也是来查案的。啊？你也是来捉妖的？你是民间法师吗？你是民间法师吗？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哪是什么民间法师？这查案呢，也只是为了保命。这要不快点找到小维，这死咒该怎么解啊？我觉得那个罗管家很有问题，我想从他查起。啊。麒麟术。看来是有人躲在里面，通过吸取凡人的心气来修炼妖力。有人，有妖才对，你小心点。是韦大人，我明白了，我这就去。这位姑娘，请问这维妙阁求的是什么呀？这里是姻缘阁，自然求的是姻缘呀。原来这心气源自于情愫，难怪漫天纷纷。这么英俊啊，不会这么快就来了吧？这姻缘阁也太灵验了。官人，你怎么走得这么急，也不等等我？妹妹，听说这维妙阁求姻缘可灵了，是吗？之前我也觉得，现在嘛，一般。不是说这姻缘符百试百灵吗？你们俩看上去也不太需要韦大人的姻缘符吧？我们韦大人。不过啊，要求得此符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好奇吗？好奇。求啊！他说啊，
若要求这姻缘符，得脱去全身衣物，彻底坦诚相见。我还没说完呢。脱去衣物后，还得告诉韦大人一个秘密。满口妄言。是满心妄言。进阁求福还得脱去衣服。还有，为何跟踪我？ 我跟踪的可不是你哦。你怀疑他？可他昨夜一直跟玉小姐在一起。倒也不是一直在一起。府中宾客众多，不能让他们发现新娘子根本没拜堂。我先带小姐去脂坊暂避一下。 罗管家把我带到脂坊后便离开了，我让他去帮我找韦郎过来。我是担心韦家主的安危，所以才私下请武时光法师来假扮新郎。可他明明就知道，韦青当时被关在脂坊的柜子内。是啊，如此自相矛盾，你说他的嫌疑大不大？ 这个罗维来韦府也就1个多月，这韦府上下都不知道他的来历，他是唯一一个外人，你说他嫌疑大不大？罗维的事我们已经摸过了。嗯。罗维，出生在旧城国，是个孤儿，从小被一个赤脚医婆带大，听说那医婆。 对医毒有所研究，所以我们怀疑就是他对韦青下的毒，才来房间找证据。我就知道他有问题，还好有季公子你们在，要不然这韦府都得被他们搞得家破人亡。哎，你不是法师，就别操心了。这狐妖危险得很，交给我们诗林宗来对付就行了。唉。 之前那个适龄宗法师太弱了，季公子，要是你能早一点来，我就不用靠自己了。阿季，谢谢你。哎，哎，季，我也是为了姐姐。啊，你说玉小姐啊？ 你们俩姐妹真好。都这个时候了，罗维竟然还有心思来求姻缘，难道他真的喜欢韦青？时光哥哥怕是没有见过一个女子的真心喜欢是什么样子的吧？我姓吴，可以叫吴法师。这喜欢啊，可以让手持利刃者丢下屠刀，高傲狂妄者低下头颅，身披瑞甲者露出弱点。 让最精明的人做尽天底下最愚蠢的事，甚至忘记自己的来路和归处。我坐船来的，一会儿打算散步回去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摸到。嗯，是你的脑袋。好好的男女之情，两情相悦。 被你说的好像妖术一般，这世间情爱啊，就是妖术，啊不，比妖术更可怕。你说，这罗维像是个为了情爱要死要活的人吗？她相比起普通女子，心思更加缜密，藏锋于拙，确实不像。时光哥哥真是聪明，望言妹妹真是望言。谢谢。 找到了，季公子，
你手不松开，我怎么给你啊？哦。你来。哦。哎，是解药。这都能闻出来。我可是博览群书的药理天才，证据确凿了。看来漂亮的女人都是骗子。怎么还自己骂自己啊？阿七觉得我漂亮。我觉得我们都小瞧罗维了。因爱生疾，爱而不得，只是他给自己画的一层皮。他真正想要的，不是卫青，而是这座韦府。月姑娘，还不进去，愣着干什么？赵小娥。什么？花心案的死者中，有一个人的妻子名字就叫赵小娥。昨夜死在韦府的李茂，手中也拿着此符。我就是因为这张符，才追到这里。该不会，所有死者的伴侣都来过韦庙阁吧？大伟早就知道了。陈刚。孙之娘，李茂的夫人，陶喜。真要进去看看。嘿嘿。哎，醒了。慢点儿，我这是怎么了？你中毒了，但现在没事了。中毒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是罗维给你下的毒。罗维？嗯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在哪儿？我要去找他。哎，你先休息会儿吧。还是第一次见一队人来求姻缘的，真有趣。我们不是没办法，我们实在太恩爱了，所以只好来求下辈子还要在一起，对吧，相公？韦大人出去云游了，近日不在阁内，二位改日再来吧。方才明明有人求了符出去。韦大人虽然不在阁中，但是你按照规矩来，姻缘符自然是有的。我没钱。
真没有。啊，除了香火钱，还得写下一个秘密，一起放入箱子里。哦，秘密？为什么呀？韦大人喜欢秘密，他说秘密是世间上最强大的力量，而且你们世人的单相思不也是种秘密吗？啊，有道理。看来姑娘写的是谎话呀，没有真诚之意，又怎能换来真心之福呢？快走吧，别浪费时间了。早跟你说了吧，别浪费时间。哟，还藏私房钱呢。如果不想死的话，问你什么，你就答什么。城里的挖心案，与你们送出去的姻缘符，到底有没有关系？事关韦大人，就算你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的。我来吧。告诉我，城里的挖心案与你们送出的姻缘符到底有没有关系？姻缘符上有狐媚咒，可保求福之人获得心上人垂爱，终成眷属。有代价吗？若求福之人移情别恋，心生悔意，可将姻缘符撕毁，但中福之人会受到反噬，心痛难耐，最终自己挖心而死。求福者变心，却要中福者死，这符咒可真歹毒。